如果这台车进来马来西亚，这个 double side tab 的 Cherry 字样应该会被我抠掉。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还是一样 Rider ATH 冲出海外系列啊，没有错。今天来到的就是我们中国，来中国呢就是被 Cherry 邀请过来啊，谢谢你们 ，Thank you 你们。希望你们接下来有任何的这种海外活动还是国内活动都可以找我。那为什么我喜欢来这个活动呢？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辆我自己很喜欢的车，还有 Malaysia 人很喜欢的车。Malaysia 人最喜欢什么车 ？Malaysia 人最喜欢就是 SUV 啦。现在满大街都是 SUV。 到处可见的 SUV， 像我个人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Hot Hatch 或者 Sedan。那讲到 Sedan 呢，一定要来讲一下 Cherry， 不只是它的 SUV 厉害，它的 Sedan 也是很厉害。我身后就可以看到一台 Cherry 的 Sedan Airizon 8， 艾瑞泽8。 这台 Airizon 8呢是一个 Sedan 车型。如果要我讲它是什么 segment 的话，我是比较难猜得出啦。OK， 因为中国他们这边的 segment 区分跟我们 Malaysia 是比较不一样的。如果是讲 size 的话，我觉得这台车比 Honda Civic FE 来的更加大台，它应该就是一个 C Plus segment 或者接近于 D segment 的车型了，真的很大一辆啊这个车。那这台车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头灯呢是全 LED 的车头灯，这个车头灯组我个人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点点像最近的那种 Toyota 的设计语言啊，就是分段式的车头灯，中间这个 wing 呢是贯穿到它的车灯这边上面去的。然后里面可以看到它是写着 LED Premium Vision， 2颗长方形的 Projector LED Headlamp， 当然上面这个就是它的 Signal 灯，还有 DRL。在 Bumper 前脸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Cherry 的 logo， 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洞洞啊，这些小小的洞洞它没有做一堆那个钻石点缀，我觉得是好事来的。如果太多钻石点缀，我觉得就有一点过头啦。我还是喜欢这种比较简单的设计 design。然后在 bumper 下方这边呢，它不单只是黑色罢了，还有做到一些雾银色的这个分段，所以让它看起来更加有层次感。在 skirting 的部分呢，是一个亮黑色，不是那种 fake carbon fiber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前脸 design 啊，就很符合我个人的一个审美口味啦。然后它的 bonnet 盖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折线啊，所以就会给你很重的那种肌肉感，看起来整台车就是 muscle 佬这样啊，很帅。上面的2颗镜头就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的，有 AEB 的功能啊，当然也包括 ACC 的功能。不过这2颗镜头不是行车记录器啊。讲到行车记录器，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 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有 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来到这辆车的车身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Sport Rim 是我个人比较不太喜欢的 Sport Rim Design， 它是一个银黑撞色啊，又是一个多 tone， 我是觉得多 tone 看到很腻了啦，可以不要再玩多 tone 了嘛。然后轮胎方面是235 45R18 寸的铝圈 ，Fender 呢是金属 Fender。然后这里有一条这个线条，看起来怎么样？这个是为了让它整个车身侧面没有那么单调啊。如果没有这个线条的话，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实质作用啦。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线条的话，看起来整个车侧就会很平很空啊，比较无聊一点点。然后我们来到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呢，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是有一颗镜头，这个镜头是为了实现它的360的功能，还有一条小小条的 signal 灯。这个 design 还算是可以的，然后它是在车门上面的，而不是在 A 柱上面的。这样子的 design 感觉上那个视野会比较好啦，比较少 blind spot。从车身侧面这样看过去啊，我觉得这个 sedan 的 design 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审美口味啦。我觉得 sedan 就应该要有一个屁股啦，所以这个真的是那种有屁股的 sedan。现在的 sedan 做到好像 fastback 或者 hatchback 这样啊，就少一点味道啊。这个还是比较传统 sedan 车型。然后从车身侧面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灯哦，是延伸到旁边这边过来的啊，蛮长一条，有一点点像什么车？没有错，就是 Omoda 5。这一个跟 Omoda 5呢是一个家族设计啊，就是一个鲨鱼尾，好像那个鲨鱼的尾巴这样子的 design， 而且它是一个连贯式从左边贯穿到右边来的车灯，所以我们从后面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呢，这辆车的那个辨识度还是蛮高的。然后在上面可以看到有一字排开的 Cherry 字样，这个 Cherry 字样不喜欢的话可以把它抠掉啊，我觉得，真的嘞，是 double side tape 来的，是可以把它抠掉了。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啦？如果这台车进来马来西亚，这个 double side tape 的 Cherry 字样应该会被我抠掉，不是因为它不美懂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简简单单，不要一大堆字。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尾箱盖，打开方式是一个电磁阀，哎呦，点一下它直接弹上去了，多一次哦。有一点像 Honda Civic FE 这样，它不是电动的啊，它是用弹簧把它弹上去的。然后这个尾箱空间呢，哇，很大哎，超大的。可是下面呢是没有这个 spare tire 的啦，这个是马来西亚人最近一直很纠结的东西。我是觉得其实还好啦，没有 spare tire，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是怎么样的。哇，这个车门哇够力哦，手感很好，够重哦。很多人喜欢这种重的门的手感啊，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啊。这辆车有一点点好像开 BMW 5 Series 的那一种感觉，坐进来这辆车里面体验一下。这个不就是一个 Omoda 5的 sedan 版吗？真的很像 Omoda 5啊。然后它是一个左驾版，因为这里是中国。来到马来西亚呢，就是去到右边了啦，右驾版本。然后前面一样跟 Omoda 5很像的全连屏，左边12.3寸，右边12.3寸。然后它的 steering wheel 上面呢是用这种物理按键来的，可是它做到好像 touchpad 这样，它把那些按钮全部收在里面了，就是让你看起来更加整齐啦。晚上亮灯起来的话，应该会很好看。Steering wheel 中间有一个 Cherry 字样，然后这里有一个 Chrome 的，这个不懂会不会晒到阳光会反射啊？现在有点晒啊，感觉上好像会反射这样子。冷气操控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可以用触控的方式来调整风速啊，可以在这边调，然后冷度也可以在这边调。当然，如果你要用荧幕来做到调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也可以用荧幕来做调整。当然，它跟 Omoda 5一样是用类似的排挡杆。然后这台车看到吗？它是可以选择 EV 或者 HEV 模式，还有 Mod 的选项。然后这里有一个好像 iDrive 的旋钮，这里有一个 Roller Shutter， 打开来是2个置杯架，然后这边呢是可以放你的手机啊什么之类的。下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USB Type A， 一个 USB Type C。整台车就是很像我们现在卖这的 Omoda 5或者 Tiggo 8 Pro 的那个 design。然后上面这边呢是一个好像木纹这样子的设计。Hard plastic， 下面这边是软材质的皮革包覆，还有真实的车缝线。然后我们看它的 dashboard 的正上方一大片都是软材质的，全部都是软材质的 material 这辆是没有天窗的啦，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天窗的按钮，也没有天窗啦，讲废话。车门板方面，你看到吗？它有一些线条让这辆车的车门板看起来没有这样单调。然后在下方这边呢，也是有一些线条的点缀。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还算是蛮好看的啦，有一点点那种 premium
高档的感觉。当然要 premium 要高档，一定是要软材质啦。这个是软材质，这里也是软材质，这里也是软材质，这里也是软材质，看到吗？那么多的软材质，全部都是有这种皮革包覆，所以可见啊，这台车如果引进 Malaysia， 对标它的对手啊 ，Honda Civic 啊，还是 Corolla S70啊，这一台车的整个门板的这些 design 跟设计，还有这个很 fancy 的这个好像 Mercedes 这样子的椅子的这个操控键啊，看起来我会比较喜欢这个门板啊。OK， 我们现在要来它的后座了，哇！这辆车的后座可以啊，这个椅背倾斜角度为什么可以这样斜？它是一辆 sedan 呢，我觉得这个后座椅背角度可以，然后它的大腿支撑也可以啊。这个看到吗？它旁边这边是多一个凸出来的，所以可以 support 得到我的大腿。这个后座椅背倾斜角度加大腿支撑，我觉得 OK 可以。合格，然后头顶空间当然 sedan 嘛会比较少一点点，像我这样身高170的话，如果我坐正坐直啊，剩下不到一个拳头。如果再高的朋友，可能你不可以坐太直啊，你要坐懒一点，这样子啊，斜这样子坐会比较好。然后这一台车呢，后座是有2个 headrest， 中间没有，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位置呢是没有的，翻下一个扶手啊，没有 armrest， 有点奇怪啦。当然这一辆车那么大台的一个 sedan， 后面一定要有冷气出风口啦，还有 USB Type A、USB Type C。这个冷气出风口呢，比之前我们拍的 J-Cool 的 J7 好啊，因为它是双向调节，左右可以各自吹左边、右边。J-Cool 只有一个，所以这个还是比较 good job 一点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椅子通风功能哦 ，very good。椅子通风功能在 Malaysia 真的很重要。如果买一台车后座有椅子通风功能啊，真的是会很舒服啦。尤其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刚上车，这一个功能太好用了。OK， 我们看了前面的门板，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门板啊，后面门板是比较 cut cost 啊，这个是硬材质 hard plastic 啊，这里是软材质，这个大部分是软材质，下面这里也是软材质，然后也是有真实侧风线，所以只有这个位置是 cut cost 变成硬的 plastic 啊，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啦。然后这里有一条细细的一条灯呢，这个现在太阳太大了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氛围灯，前后都有。那这台车呢，会不会在 Malaysia 发布？这个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可能会进来啊，要看一下马来西亚市场是怎么样。如果你们喜欢这台车的话，在影片下方留言区那边打上来，给 Cherry 看到，因为他们一定会看我的影片的，给他们看一下这台车在 Malaysia 是有很多人喜欢的，赶紧把这台车带进来。我们不要再给 Honda、Toyota 还有 Proton 卖那么多了啊，不要给他们在 Malaysia 有那种一家独大的感觉了，要引进多一些这些性价比很高的车。而且我收到消息是，如果这辆车引进马来西亚，它的价钱哇一流啊，真的是很梗很厉害啊！我不能讲多少钱，但是就是太厉害就对了啊！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啊！不单单只是要感谢 Cherry， 也是要感谢所有竞争对手，一直把产品越做越好，越做越有性价比，引进马来西亚，让马来西亚的整个汽车市场健康的滚动起来。那毕竟竞争越大，这样子才会造就更好的这个性价比，还有更好的配置，更安全的主被动安全系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要的。所以这辆车你们喜欢吗？跟我一样喜欢的话，可以在留言区打上来哦，给 Cherry 看到，我们就是要它，赶快把它引进马来西亚，好不好？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接下来还有非常多很精彩、很好看的影片献给大家啊！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